第17章打滑结概论。缝合循环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打结，但是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是打滑结呢？首先，打滑结不需要助手帮你抓线，可以一个人独立完成操作，这个非常重要，很适合在训练箱模式下自我练习的，就是滑结。第二个好处就是，常常我们实际手术对面的助手可能正在忙，譬如在帮你推开子宫、暴露组织，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有独立完成打结的能力。平常练习已经培养好这种实力的学员，手术前会对自己更有信心，更能随心所欲地去牵刀。最后一个好处是，如果你能打出漂亮的滑结，便可以体会到滑结是一种很精准的打结法，因为打结的过程不用假手与助手帮忙抓结，尤其是在缝合像小血管这样子的部位止血时，你不用担心你的助手程度不好，会扯裂或压坏组织而造成更多的渗血。所以打结过程的稳定度、绑线的松紧度完全可以由自己来掌握。我真心的建议所有的学员要把打滑结当成是腹腔镜手术的必要能力之一。打滑结的步骤非常简单，就是要打2个相反的结，不论是先顺再逆，或者先逆再顺，都可以。打完2个结之后，请保持出针端长线是拉直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应该是会看到像这样子的画面。同时，这2个结会呈现一种蝴蝶饼干的图案。蝴蝶饼是西方国家很常吃的小点心，它就长这个样子。而我们正反打出来的结也跟它非常相似，很像嘛，对不对？此时，这个蝴蝶饼的形状是可以滑动的哦。下一个步骤就是你要继续拉直出针端的长线，就如我黄色线条所显示的，是要让蝴蝶饼好像在这条黄色的线上来溜滑梯。只要你辅助手一直拉扯这个黄色的出针端长线，蝴蝶饼就会滑到组织固定好。除此之外，能否成功完成滑结，最重要的、尤其关键的是转动手。首先，一开始转动手只能扶好线，维持蝴蝶饼不要松掉就好了。你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施力拉扯短线，那只会破坏黄色的这个溜滑梯。要等到蝴蝶饼跟组织接触之后，你才能用力拉扯短线，使结打紧。最后一个步骤，再随便顺或逆绕第3个圈，让结固定好，便完成了一个滑结。简单来说，打一个滑结需要3次的套圈绑线。我们来看看范例影片吧。根据高效率套圈绑线的概念，短线头在右上方，所以我们第一个先顺。所以第2个就是逆时针的套圈绑线。当我们打好2个结之后，要保持出针端的长线是拉直的状态，让这个蝴蝶饼形状的东西像溜滑梯一样继续往组织的方向前进。再看一次，在过程当中尤其重要的是转动手，只是轻轻扶持好短线，不要让短线松脱，不要让蝴蝶饼的形状消失。转动手都没有用力的去拉扯短线哦。如果太早拉扯短线，只会让出针端长线的直线构造被破坏，让蝴蝶饼没有办法溜滑梯。当蝴蝶饼的形状接触到组织面之后，才可以用力的拉扯短线，让这个结固定。但这个时候滑结还没有打完哦，你还必须打第3个结，让整个结都固定住。我们来看看完整打一个滑结是什么样子。我们用组合3的方式做齿针，我们再用组合2来调整夹针角度。正确架针之后，我们先确认路径，转动右手腕入针，向组织的深部转动手腕。针尖到达我们的目标线之后，左手去接应，出针的时候转动手腕，避免组织伤害。在理线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套圈绑线了。因为线尾的部分在假想线上，所以这个时候顺时针、逆时针都一样。我先顺时针套圈绑线之后，再来逆时针套圈绑线。当2个结打好之后，
持续拉扯出针端长线，右手的转动手只是辅助，没有用力拉扯，等到触碰组织之后才用力拉扯。打第3个结固定，因为短线在右上方，所以用顺时钟套圈绑线，完成了一个打3个结的滑结。这个结应该绑扎牢固，不滑动。那如果在打完2个结之后，我们拉出针端长线，同时我们的转动手也用力拉扯短线，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答案就是会锁结。我们这边就来示范一下。打完2个结之后，同时拉扯长线以及短线，就会发觉结被卡住了。即使用力拉扯出针端长线，结也不再滑下去，我称之为锁结。我们回头分析为什么会造成锁结呢？是因为我们太早拉扯短线了，所以我们使黄色部分的溜滑梯呈现了一个角度，这样子蝴蝶柄就没办法溜滑梯啦。那要如何解锁呢？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把黄色部分的溜滑梯再拉直就可以了。将溜滑梯拉直之后，又可以重回一开始的图形。这个时候，蝴蝶柄可以继续在黄色的出针端长线部分溜滑梯，所以解锁的秘诀就是拉扯出针端的长线。重回到刚刚锁结的情境，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去拉扯出针端的长线，并且可以仔细听听看结在转动时候的声音哦。之后就可以轻易的把结给推下来了。滑结很值得各位学员反复练习。我真心的建议各位学员应该把滑结当成是腹腔镜手术必要的能力之一。当你很有经验之后，你会发觉成败几乎都在第1圈的时候发生。怎么样去避免锁结呢？就是当你第1圈的时候，你就拉直出针端的长线，使结下滑。在第1圈的时候就把溜滑梯做直了，就更不容易造成锁结，滑结的效率比较高，我称之为高效率滑结。短线头在左下方，所以第1圈逆时钟套圈绑线。我稍微把短线拉长一点，这样子更可以看清楚什么叫第1圈就把出针端长线拉直。第2圈是顺时钟的套圈绑线，因为第1圈的时候已经拉直过出针端长线了，所以完成第2圈之后也比较不容易出针端长线产生角度，造成锁结。那第3圈就随便的一个顺时钟或逆时钟固定。你准备好来挑战了吗？跟着我一起苦练吧。